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最后一天，祝大家2020年新年快乐。我上次还有剩下这个关键技能许可签证，今天帮大家讲完。然后像我上次讲的，其实很多不好意思，其实很多同学过来这边上学的话，学的很多的专业，其实都对口他的关键技能许可签证下面的那个清单。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然后，首先他说这个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取代了绿卡类型的就业许可证。关键技能许可证旨在吸引高技能人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然后以鼓励他们在该州永久居留。然后，此类许可证下的合格职业被认为对爱尔兰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需求量大，技术熟练，并且劳动力市场的供应严重短缺。根据此类就业许可证，可以满足诸如 ICT 专业人员，然后像工程师、技术人员之类的职业。符合条件的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未来技能需求专家组对具有战略意义的技能的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定期分析得出的。然后这边会有这个列表，这边已经给大家打开了。所以说，其实这个关键技能许可证这个还是很受欢迎的，很受他们国家欢迎的，因为像他所介绍的，因为这些职业都是在当地市场非常缺少的职业，而且也是对他的那个国家的发展非常有意义的。我这边，而且这一篇我说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是大家现在在学的，还是说未来想要来爱尔兰移民或者是长居，未来想在这边上学学的专业，可以大家看一下哪一些是符合这个关键技能职业列表的。然后我这边已经打开了，它这边有写到，在更广泛的职业列表中，有资格的特定能力或技能在具体特定技能的职业下，具有这些技能的申请人可以申请关键技能职业许可证，这下面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属于广泛的工作类别，但是你没有特殊技能的工作中所述的专业知识，然后你就不可以申请。意思就是说，它下面这些就业类别的话，你就算是属于这个就业类别的，但是你没有这个类别所具有的，他所承认的这个特殊技能的工作，所描述的专业的话，像这右边是专业，你还是不可以。等于是你就算符合左边的，但是你不符合右边的，你还是不可以申请的。我给大家走一遍吧，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吧，所以说大家知道，是哪一些就业类别。第一个是这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人士，然后说从事制造业，包括食品和饮料、医疗器械、产品开发、分析开发、临床共同警戒或生物技术和相关及相关专业技能资格和经验的化学科学家。这边都柏林我知道，像很多制药公司，像那个 Pfizer 那个制药公司是在这边的，他们而且这边的那个制药业，这个学科这个领域，还有这个学校的学习的这个领域都是非常的前沿的，所以说像这个生物技术啊、制药业、医疗器械，我知道这边是比较流行的。然后第二个是医学实验室科学家，然后也是制造业这一些，然后生物技术、生物科学家和生物化学家，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顶端的人才。然后从事制造业的，产品开发、分析开发、临床共同警戒和生物科学或相关技业专业技能资格或经验的物理
科学家，所以说一个是生物科学家、生物化学家，然后物理科学家，然后是化学科学家，等于像这些科学家之类的。我是觉得这些年来的话，来爱尔兰或者是来国外上学或者是就业的人，现在的水平都很高，所以说我不感觉这些会比较难，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那个受教育水平都很高，学的其实都是很顶端的一些顶端和比较前沿的一些领域，所以说应该不乏人在吧，这些科学家。第二类是工程专业人士，像土木工程师，然后机械工程师有包括这个质量控制和监管、机械工程、化学过程工程、过程自动化工程、发电、传输、分配、BIM 和相关专业技能的。然后电气工程专业，芯片设计啊、发电啊这些过程自动化工程这些都可以。电子工程师专业也是差不多芯片设计、测试工程和应用工程、过程自动化工程，这些电子工程师。华为在爱尔兰也有一个分部，应该我猜的话，有些人也是在这个下面的话，如果进华为工作的话，应该可以在这个下面申请这个专业技能的许可。设计和开发工程专门从事，这些都是比较高端产业的相关专家技能资格或经验。然后生产或工艺工程师专门从事这个质量控制、化学过程工程、过程自动化，这些都是高科技行业的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是叫材料科学家，这个没有分类，都是很高端的职业。这个职业的话，应该比较下面一个是 IT 专业人员，应该会比较贴近刚来这边上学的一些朋友想学 IT 的，这些应该很适合你们。具体是包含信息技术和电信总监哦，这个要总监，IT 专家经理哦，这个好像比较难哦。经理可能你刚开始工作也不可能达到经理，应该要1-2年。然后 IT 项目和计划经理，这个也是经理。IT 业务分析师、架构师和系统设计师，哦，这个门槛好像还比较高。程序员和软件开发专业人员，这一点应该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刚来爱尔兰上学，然后毕业，应该这几个不好意思，还有像网站设计和开发专业人员这些，还有所有其他未分类的 ICT 专业人士，这3项就是我想讲的学 IT 的人员的话，毕业以后很可能符合的这3项，他所规定的这个技能的范围。下面一个是卫生专业人员，这个的话在这边也算比较夯的。然后它这个像职业医师、工业药剂师，然后射线照相师、放射治疗师、血管技术专家、生理学家、胃肠技术员、呼吸生理学家、听力学家、灌注师。这个的话，我觉得最常见的应该是职业医师吧，因为在这边的话有1-2个学校是学医的，然后他们像国内一样学医的话，可能都要5-6年，而且的话，学完以后的话，他们这边就业的竞争力非常的强。如果要到职业医师的话，应该你是要通过先实习，然后你还要去和欧盟的学生竞争，然后竞争完以后，你还要和当地的爱尔兰人竞争，所以说，说实话，这个的话算比较难的，就我所知，而且就我的了解，我有一些认识的朋友的朋友是医生的，其实是比较难的。如果你没有爱尔兰的护照的话，想按这个条件留下来，我觉得算很难的。
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学习一下可能就要5到6年，然后的话你要去实习，可能1到2年，实习完以后，他好像还是以抽签的方式让你进行到下一轮。具体的话我忘记了，因为上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说要以抽签的形式，而且他抽签的话，他也可能是优先有爱尔兰护照的人先上去，所以说比较难。后面像是不好意思，卫生和社会服务经理和董事，像高级卫生服务和公共卫生经理和董事这些的话，应该很难适合我们。哦，这个会比较的那个进去的位置会比较低一点，像护理和助产专家就是护士啦，注册护士、临床护士专家、临床护士经理、高级护理专业人员、注册助产师，然后助产师专家、助产士经理和高级助产士。不好意思，护士，说实话，这边护士非常缺人。非常非常缺。只要你护士的话，如果最大的困难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英语，因为可能护士的话，在国内很多很多有这个临床经验的护士，很多很多，我觉得，但是可能卡你的关的可能就是英语。如果你能把英语学好的话，然后通过他这个注册护士的考试的话，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边非常缺。治疗专家、骨科医师，然后卫生助理专业人员，像假肢师和骨科医师，然后这个 PHECC 注册医护人员，还有注册的高级护理人员，他就是要通过他们当地的考试这一类。教学专业人士。他这边说是在给定学科中具有国家学历框架第10级相当的学历学者，应在申请就业许可之日前不少于2个历年，并获得至少1年相关的教学经验，并且相关工作于受1997年爱尔兰大学法1997年第24号，2006年技术研究所法。和技术大学法的管辖3级机构中，第一个第10级是这个相当于我们国内的研究生水平的学历学者，然后的话就是要就是说还要有1年的相关的教学经验，当然还要有人聘你，然后的话你的聘用单位的话，基本上要在这个管辖的3级机构中，就我的理解的话，应该是普通的一些像什么培训班是不可以的，因为它这边有3个这个框到了，一定是要在大学法，然后技术研究所法和技术大学法，应该是比较高等的教育机构里面才可以，所以说这3点要满足。下面点是商业研究和行政专业人员。是说专门从事税收、合格、法规、偿付能力和财务管理或相关及相关专业技能、资格或经验的特许公认会计师和税务专家。我身边有1-2个学会计的，就是通过这个拿到的这个关键技能就业许可的签证。学会计的话，说实话，有些人私信我。问会计这个事情，会计的话和医生不一样。医生的话，我刚刚有跟你讲到，是说要和当地人和欧盟的人员竞争，因为比较激烈。但是会计的话，说实话，我只能说，可能亚洲人对这个数学方面、精算方面非常非常有天赋，或者是相对于他们欧洲人和白人的话，会比较有优势，因为我觉得很多亚洲人的话，我知道都是在会计公司工作，然后拿到工作签证这一条的话，还是比较符合想来这边上学，然后又想留下来，然后这个专业你是可以考虑的。然后它后面有这个具有至少3年审计经验的合格会计师，然后美国会计师协会
菲律宾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巴基斯坦特许会计师协会的正式成员，然后并且在美国会计准则报告和全球审计与咨询服务领域的相关工作经验，以及在 MNC 全球审计服务领域的相关工作。这条等于就是说，你有3年经验的话，然后你有获得这个美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特许会计注册协会的这个认可和正式会员的，这条应该不会适应于来这边上学以后想留下来的。下面是专门从事非 EEA 税务咨询并符合专业税务资格或具有税务专业资格的法律资格的税务顾问，并且在相关非 EEA 市场至少有3年的税务咨询要求的法规经验。这个也是比较属于专业人员，已经有很长的工作经验和很优秀的工作表现的一些人。然后这个下面一个是。从事大数据分析的管理顾问和业务分析人员，具有 IT 数据挖掘、建模和高级数学技能或相关专业的。然后下面是从事金融和投资风险分析、信用欺诈分析相关专业技能、资格和相关商业的管理专业人员，这些都是可以适用于这个应届大学生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的话，金融的话，我是有一个也不算同学了，在大学认识的一个，他是在这边的AIB 工作，然后就一直从事这个金融分析的这个行业，然后他成绩很好，然后他可能一毕业就被那个这边的 AIB 招走了，然后现在具体现在是在一家会计公司，也是做这个金融分析的职业，反正这个的话，只要你学习成绩好，没有问题。后面一个是精通大数据分析的精算师。这个精算师的话，每个公司都要精算师。其实这个也算，如果你专业对口的话，成绩相当好的话都没有问题。然后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具有 IT， 然后数据挖掘、建模、高级数学这些的。因为基本上你就算你如果学了精算或者学过金融，学了金融和投资分析，你基本上后面他所规定的这些附带的一些技能，基本上你都会满足。所以说，前面这几个是大的方向，你可以如果想要留下来可以学习的这个方向。下面一个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和测量师。不好意思，口很干。工料测量师、建设项目经理这些，质量和法规专业人员，质量控制和计划工程师，质量保证和法规专业人员，然后是环境卫生专业人员。这些他写到专业人员的话，说实话，都是可以适用于应届的大学生，只要你是这方面，然后你又找到工作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媒体专业人员，他说是2D 或3D 动画的艺术总监，然后至少有1年的工作经验，这个门槛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艺术文学和媒体职业，像2D 或3D 动画背景设计艺术家1年的经验，设计的职业。你看这些都是要1年的工作经验，然后都是具有3D 和2D 动画的位置设计师、角色设计师，然后道具设计师、动画编排的美术师，这些都可以。然后体育和健身职业，受聘的高性能教练和导演，国家体育组织或参加国际比赛的知名体育组织，这个就是比较高技能的，像奥林匹克这些，或者是他，你知道教练啊这些，我觉得基本上都可以。这个应该每个国家都可以吧？如果你有这么高的水准的话，最后一个的话，我觉得也是比较适用于大家的，销售、市场、营销及相关助理专业人员。专门从事国际销售角色或 IT B2B 销售角色的业务销售主管，这个要主管，所以说还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主管的话，可能你一下也不可能做主管。
不好意思，并且英语以外的其他官方语言都很流利，该国家不是一一成员国。具有所需领域知识的国际营销专家，专门研究产品，不好意思，专门研究产品策略的开发和管理，以及技术和产品服务知识。这个只要是营销专家。这个的话，我应该收回刚刚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他第一个是要主管，然后他要国际营销的专家，你一定是有经验的，他才会给你这个专家的职位。所以说这边大家，我觉得现在来这边上学的话，可以考虑的第一个是设计职业，你像2D、3D，不好意思，设计职业需要1年，不好意思。可以考虑的，这个质量和法规的专业人员，因为他这边写专业人员，这个可以考虑。然后的话，工料的测量师，这个没有说是专家之类的，只要你是这个专业的话。然后的话，从事这个会计的这一类的话，税务专家这些你可以考虑可以去学的方向。然后会计下面的话，这边还有这个专门从事大数据的分析人员，专门从事金融和投资的分析人员，精通大数据的精算师，这些是可以考虑的。其他的我觉得简单的护士的话其实是简单的，但是可能很多学护士的英文都比较有挑战。另外的我觉得医生可能比较难。另外的就是 IT 了，IT 的话这些都可以，这些的话都是说专业人员，除了前面1-2个的话说经理和总监，其实这个专业人员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门槛比较低的。另外这些工程专业人员的话，我觉得如果大家专业对口的话，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然后这些就是科学家了，第一项是科学家。这些大部分是这样，然后给大家回到这个专业技能的就业许可证，然后继续跟大家讲一下。看一下这边给大家讲一下说，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原因有很多。我这边还是按我上次讲的，我自己稍微大概读了一下，我把那个比较关键的跟大家讲一遍，然后的话，剩下其实都很多不关键的，因为这边还是很多。如果我全讲的话，可能要很久很久。它具有吸引力。首先是说它那个刚刚讲了技能短缺，所以不需要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测试。然后许可证持有人可以向司法部门、向这个国家申请家庭立即团聚，我觉得这个很好。一旦家属、伴侣、配偶居住在该国的话，他们就有资格寻求任何工作，并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依托企业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这个配偶合作伙伴的就业许可证，免费发放的，就是说如果你家庭你要带你的家庭来的话是可以立马办的，所以说而且免费的。然后下面是许可证持有人可以在完成关键技能许可证的期限后，然后向这个移民局申请这个就是延长申请到 Stamp 4。我之前在前面一个一般技能上面有讲过，等于是无需获得就业许可证，申请到的话你就不需要再用就业许可证，就是说你可以任意换工作，你想怎么住就怎么住，然后基本上就不受这个就业许可证的条条框框的去限制。就业许可证其他一般特征也适用，然后的话，就业许可证持有人可在与就业许可证上规定的原始雇主一起工作1年后更换雇主，然后需要重新申请就业许可，并且要符合当时的政策，这个1年之后就可以更换雇主。下面的话，他这边比较重要，说为了支持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的目标，
极其慷慨的辅助福利，仅针对工作期限为2年的工作签发，对于至少少于2年的工作机会，可以申办一般就业许可证。这一点的话，还是比较，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他对于至少2年的工作机会的话，可以申请一般就业，但是这个的话，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只针对为期为2年的。然后他2年前面又说，如果你第2年的话，你想更换雇主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重新申请就业许可，所以说我觉得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如果是2年的，大家可能基本上都会把2年工作完。我再看一下，还有那个，他这边后面是说，虽然工作期限必须为2年，但在最初雇主停留至少12个月，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换雇主啦。根据修订的2006年就业许可证第12条，如果自许可证持有人根据该许可证首次在该州开始工作已经来了不到12个月，则不可能考虑更换新的雇主。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然后看一下下面的话，比较资格标准，大家看一下。商业企业和创新在评估关键技能许可证的话，检查一些标准，这些的话基本上，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的资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类别和你的薪酬水平，符合以下条件。在这个名单中，然后的话，最低年薪要求为3万欧元，并且具有相关学位和更高学历。这个最低年薪超过6万欧元的所有职业，但不包括在不合格的职业许可清单中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职业，没有学位和更高学历的非 EEA 国民必须具有必要的经验水平。这个就是说，你超过6万欧元，但你又不包括在不合格的就业许可证清单所上次讲的。然后，如果你没有学位或更高学历的非欧盟国民，必须具有必要的经验水平。等于是要有经验水平，然后你工资很高的话，然后你可以在不合格的要在不合格的职业许可证清单中，然后你要具有必要的经验水平。有关的准雇员必须已从准雇主那里获得2年的合格工作机会，就是说，不管你第2年想换还是不换的话，你第一个工作你一定拿到的合同是要是2年的。下面的话，薪酬标准还是跟上面差不多。为了达到3万欧元或6万欧元的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的最低薪酬门槛，以下要素被视为薪酬，等于是这些也是被视为薪酬。上次也大概讲一遍。作为薪酬计划的第一部分，至少达到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和根据任何成文法律所规定的工资标准的基本工资，以及这个健康保险法上面所规定的承诺的登记注册的健康保险人支付的健康保险金，这些也是属于这个薪酬标准的一部分。流程的话其实跟差不多，我这边大概讲就是也是说要在那个开始日期的至少12周之前收到这个就业许可申请，然后也是可以在就业许可证的这个在线系统上申请。然后下面的话，居留权真的是。然后关键技能就业许可证的手续费为1000欧元。然后申请不成功的话，退还90%，这点还是蛮好的。尽管费用可以由第三方支付，但现行政策仅将退款限制在申请人身上，这个没有什么。然后居留权上次我大概讲了一遍，就是说，
你拿到工作许可的话，不是就立马拿到了在这边居留的这个权利，你还是要去这边，你还是要去那个国家移民局登记了才可以的。这个上次已经讲过了，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视频。然后续约的话，它这个是在针对于10月1号之前的，所以说没有什么。邮票式的话，我上次也已经讲过了。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录到这边。我希望这个工作签证的这个系列的话，会对大家有帮助。然后明天是2020年的第一天，然后还是希望大家新年快乐。其他的没有什么，下次见吧。